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罗云熙参与的热播节目中，杨紫直接靠哭戏变神，优秀的彭阳更是因风度翩翩圈粉无数。花界牡丹长方一出场就惊呆了所有人，无论是妆容还是气质都让人赏心悦目。一开始，长方英雄的监工要找一个气质新秀的艺人前来试探的美女，却不符合首领的设想需求。直到彭阳的出现，从青年时期就专注于工匠精神的彭阳，仿佛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带着一种尊贵而美妙的风度，留在那里有一种永恒的感觉。彭阳对联合项目大加赞赏，更何况彭阳并没有让首长灰心。长方的优秀真是高大上，细腻而不失节制，高贵而不失大气，可爱而不淫秽，敏感而不柔弱，细腻而不失稳重，真心跟上花花世界。他应该陪伴花朵和植物。他轻松自得，但自从被锦觅第3季的圈套后，他便精疲力竭，对待锦觅如同对待自己的小女儿，指导她的生活。工作虽然比较少，但很重要，加上伟人计划，彭阳同样圈粉无数，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起点。更何况杨紫只是惨叫了2声，就把首领和围观群众的眼泪普遍的给哭掉了。这是一场真情流露的哭戏，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无情，觉得艺人哭了。演戏需要大量滴眼药水，但对于杨紫来说，眼药水只是缓解眼睛疲劳的一剂良药。他拍的时候不需要滴眼药水，只要能混到人里面，眼泪就会正常掉下来。有时我可以满足酋长的需要，当我说出特定的台词时，眼泪就掉下来了。以前我需要保持眼泪，我对倾盆大雨感到沮丧。反常的是，当你无法进入工作岗位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将有几个小时无法达到你深刻的假设，这同样异常焦躁。总的来说，杨紫在拍哭戏之前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不管开拍多长时间，杨紫的哭戏一般都这么感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真诚绝对是必杀技。而且为了演好锦觅这个角色，杨紫甚至她一心想变瘦。锦觅一身紧身衣，纤细的小腹更加引人注目。她要求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并进行适当的练习。她有效减掉了18斤，很棒的节目。更何况罗云熙的打斗场面，当之无愧的是顺水推舟，尽显奢华至极，比起慢动作要好上很多倍。这些都与他的移动能力密不可分，有一些发展优于一般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意识到懂得如何行动的人，可以在困难中坚持不懈。尽管罗云熙在拍打戏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的武技梦想，但其实很多动作要打磨不止一次。他同样需要考虑如何为刁薇娅保持稳重可爱的身材，的确如此。他不断地请教专家，积极求证，及时求助，求教形成，一次又一次的积极细致，以示好转。最终，润玉想出了如何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一样光滑，类似于一条游泳的神话中的蛇。在他身穿白衣修长身躯的那一刻，他的鬓角清冷冷漠，多少人为他狂野，时至今日，还是无数人心中永恒的白霞。此外，请考虑您没有得到勇敢的女人的可能性。本来就做好了人山人海的准备，加上中期润玉的工作调动，罗云熙也被牵连到男主抢镜头加戏。那段时间处境非常艰难，罗云熙成为了大众分析的对象，但脆弱的反应可能是大家太入戏了，认同香蜜的工作。作为一个艺人是很开朗的，但是为了剧中的角色去争吵真的很重要吗？你怎么看？02肖战粉丝特权保险成问题区，因为肖战你才是重点，认真才能一步步变现。肖战的粉丝已经批评了3年多，为了肖战好，他决定避而远之。这一次，他终于采取了保障自由的措施，靠山和爱，不是在别人面前无奈。肖战粉丝都不是年轻轻信的，更不是被人利用的。如今，洛朗圣人真是心神不宁。令人震惊的是，一个著名的大品牌将敲诈勒索和入室盗窃等令人厌恶的行为置于普通社会的视线之下。在商眼里，作为一个品牌，始终如一的赚钱应该是一个明确的愿望，但对每个经纪人的实现应该是不同的。毕竟，聚会的日常进步与个人口袋中的黄金和1万两相比是什么？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可以征服一切。这个品牌在华夏的大佬们需要苦心审核。
化狸猫为君，果然是蛊惑人心的能手。不要说我无辜，官方声明支持的博文不是用我自己的号，而是关注1005肖战生日，套装售价1005元，10点5分开始直播。我诚实的努力匹配这个与多余数字打交道的动机，是为了达成交易。这种现实无法反驳，低级鲜明地体现出来。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他有什么头衔真的无所谓，只要肖战承认了，大家就会去支持他，真诚相待，不求任何人的帮助而战，不要走弯路，这是一个特别直白的道理。肖战合作过的托运商有30多家，哪一家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粉丝们将在肖战的连线支持下度过不同的生活领域，决定的不是品牌的独特性，而是品牌的独特性。肖战的独一无二，粉丝在自己生活需要消费的时候，会给肖战必要的帮助。肖战是连接众多肖战粉丝和品牌的主要纽带。由于他，您是值得关注的人。很像几位博主说的，既然你看中肖战，难得请肖战代表，那如果不嫌麻烦，就对肖战好点吧。关爱肖战。被誉为室内娱乐商业之主的肖战，其商业价值已经从推动问题驱动、拉窗帘的商业信息流传了一段时间，可谓价值不菲。肖战以后会帮助很多不同的组织。我提示所有的伙伴，尊重是参与的必要条件，认真是最好的进步方式。只有认真，才能让关系走得更远，才能让品牌深入人心，才能让生意蒸蒸日上，步步为营。03刘亦菲和李现的微风为什么没有变成大片？后来《梦话录》开播，刘亦菲的真实身份再次为人所知，商业支持开始了，电影安排也开始了。人们都在想，神仙姐姐会不会乘风破浪，拍几部大红大紫的剧？令人吃惊的是，她迅速采取了行动。节奏缓慢的都市剧到风口，男配是李现，内容本周开始播出，知名度还是格外的高。连续一至卫星电视直播传输考虑的最高点，以及电视节目热播的日常榜首。虽然知名度很高，但非正式的忽略了对《梦华录》的反应。在传输的第一天，发生了2级评估。点赞的人表示很羡慕剧中朴实无华的生活氛围，骂的人说刘亦菲胖李现图，心情基本平如水。评价是片面的吗？演出有好处吗？爸爸姐姐连看6集，稍微点评一下。作为一档前沿节目，它的开场就格外触动了都市专家的心。刘亦菲饰演的人叫徐红豆，我是从山东来北京的，真的折腾了好久。我在客栈担任堂主，工作非常忙碌。他最亲爱的伙伴陈南星在迎接他一起去云南的时候，话虽如此，徐红豆也走不了，只得投降。有一天，陈南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被确定得了绝症，不久就死了。许红豆在精神上受到重创，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重要性，比如刻画徐红豆和陈南星亲情的扣子。作为一个独自工作的北漂，他知道在大城市里和个人说话是多么的艰难。他们可以在群里相遇，成为彼此相爱的胸膛伴侣，暗示彼此不只是单纯的情人，更像是彼此的深情相助。沿着这些路线，陈南星突如其来的绝症，对于徐红豆来说，无异于悬荔枝点的崩塌点。不管怎样，他需要坚持下去，互相鼓励，并传达信任。就在一个人的时候，试着把心中的牵挂、脆弱、恐惧和失落暧昧地传递出去。我必须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在经历生活和经历时，能够思考和承认一些事情。在他最亲密的伙伴结束前，他与徐红豆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讨论，思考他的人生。生活是怎么回事？吃好喝好，多和人说话，多结交朋友，不然怎么弄来这么多钱？这是我最亲爱的同伴在他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人生苦短，好好珍惜生命。在他最亲爱的伙伴离开后之后，许红豆明白自己陷入了利益抵消的北漂窘境，有好一阵子精神上都处于透支状态。于是他决定辞去职务，只身来到云南，与生活再次相遇。从这里开始，该剧的风格从都市深刻的戏剧化到平淡生活的低迷戏剧化呈现。这些角色出场后，剧情肯定是进步了一些，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却和许红豆截然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本质上是不重要的事情。例如，他们经常谈论茶工、歌唱、开花蛋糕、深修、
感受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次要的话题。个人的渴望并不过分，整体呈现出一种安静、细腻、充满活力的精神立足点。这对许红豆来说是新鲜事，因为大城市会激发人的向往，不难变得莽撞躁动。他异想天开的局外人身份，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确定的紧张状态。就这样，许红豆打算暂时告别北京的生活。假设电话坏了，没有人会争先恐后的修好它，我宁愿不要因为管理许多秒的语音和有目的的关系连接而精疲力尽。剧中还有一句台词，李现饰演的谢志尧是如何捏造老街坊的。这个男人同样格外迷人，他曾是北京一家融资机构的投机总监，是同行中的先行者。在巨大的城市社区中长期生活后，我受够了所谓的一流人物，需要返回并制作我的旧社区。回到云南，他在大理镇做后台经理经商。他说自己是首领，其实大大小小都需要强调。有一段时间，我要专注于木雕技艺的提升；有一段时间，我要当一名彩绘翻译，为我的老街坊付出我的一切。虽然不断有创新的事情出现，但他对生活却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心态。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把自己逼得过分努力，个人应该更加毫无保留地坚持下去。这种性格同样玷污了徐红豆，两人越走越近，互相倾诉。徐红豆受到谢之遥的欢迎，到他的老街坊集合。他长期参与住宿业务，以帮助社区工作人员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管理意识，并促进当地社会和旅游业的发展。剧名一触风确实是徐红豆认知转变的表现。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云南人的辛苦和坚强，以及他们自相矛盾的生活，让他感动不已。他们穿越日常生活，互相帮助，重新审视过去，将心境汇聚于清风处，收获充沛的内力，再次出发。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